今年有機會成為奧運同埋殘奧義工，咁所以就拍咗一啲片嚟記錄一下。咁因為用手機影嘅，只係求有畫面就好啦，咁所以就影得一般。咁當初申請只係覺得可能都冇噶啦，咁都照試下啦，點知又真係成功咗喎。咁今集最主要就係講申請嘅部分。巴黎奧運同埋殘奧義工就喺2023年3月22號開始接受申請，只係有3個要求。第一，2024年1月1號嘅時候最少要18歲。第二，識得講法文同埋或者英文。第三，喺選手村開幕至到殘奧閉幕後2日呢一段期間有最少10日嘅空檔期。而申請嘅時候最主要分3個部分。第一，填寫個人資料。第二，做一個類似心理測驗，睇下你適合做邊一個部門。第三，提交表格。咁就喺2023年5月3號截止。申請之前已經列明咗來往法國嘅交通同埋當地嘅住宿係需要自費嘅，只係會包首都圈嘅交通同埋工作當日正餐一份。2023年11月14號收到第一個義工機會，就係殘疾人奧委會做客戶服務類型嘅工作。2023年11月28號就收到第二個義工機會，喺奧運會都係做客戶服務類型嘅工作。2024年1月24日就有一個網上簡介會。2024年3月23日就有一個現場發佈會。2024年4月開始就有一個網上課程，不過當時嘅網上課程大部分都只係一啲理念同簡介，大部分都未實質講到一啲工作相關嘅內容。亦有一份義工手冊，就終於知道制服係咩樣噶啦，同埋提及一啲同工作相關嘅須知。2024年4月尾就可以約拎制服同埋義工證，不過因為我就會喺奧運前幾日先會到，咁所以就只可以到時先拎。2024年5月頭就開始派監表，日子同埋時間都好多同埋好長，甚至仲長過我返工。2024年6月5日先至收到真正同工作相關嘅網上課程。2024年6月7日突然間收到開幕禮，亦都係做客戶服務類型嘅工作。咁因為冇錢睇嘅，當時睇到最平可以買到嘅都要1600歐，咁啊所以決定做啦。2024年6月尾收到一個法國電話多次來電，因為收到幾次所以先聽。原來係奧運打電話俾我啊，同我講話而家係作最後階段，想問我係咪會嚟。我同佢講我全部都接受咗㗎，拎制服、開幕、奧運、殘奧。點知佢同我講話佢喺系統度睇唔到，佢亦都改唔到，但係佢會同佢上司講我會嚟，我就知道西方嘅科技係唔得㗎啦。喺2024年7月8日有一個關於巴黎大皇宮同埋亞歷山大三世橋嘅網上會議。2024年7月16日，原來開幕禮都要攞貼紙嘅，又要再約個時間，不過我就會同制服一齊拎。2024年7月20日有一個關於開幕禮嘅文件，就知道自己做咩區，同埋巴黎大皇宮、亞歷山大三世橋嘅指引。2024年7月22號原本有一個關於開幕禮嘅網上會議，咁因為技術問題等咗成個鐘頭都冇，就轉咗2024年7月24日。咁啱呢一日都係我出國去法國嘅日子，所以我只能夠喺火車上面睇個網上會議，但係當時同睇唔到係差唔多嘅，因為網絡非常之差。咁已經好耐都冇剪片，加上又有啲忙，咁所以就需要花更多嘅時間嚟剪片。咁今次係最主要想記錄一下自己可能一生人只會做一次嘅事，咁下一次我就會再剪攞制服、開幕禮同埋喺巴黎大皇宮做義工嘅片。À la prochaine!